先天神的声音自他们二人所望的空间处传荡出来。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之间只是达成了协议，对方的需求我们可以满足，而我们的需求对方也可以给到我们。泰迷和南明二人开始若有所思起来。对于先天神所说，这道黑影的出现是与他们先天神族的先天神和对方达成了合作关系。难道说这道黑影就是先天神刚刚所说的那位给你72大神器排名第29的水灵神秘人？先天神也不置可否。正是他。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想明白，不知可否请先天神告知一下属下？先天神自然知晓泰迷问的是什么问题，并直接说出了自己与和神秘人合作的事情。听着先天神一句一句的讲者，泰迷和南明二人的脸上从冷静变成了惊骇和震撼之色，最后二人才缓缓地压制住自己那匪夷所思的神情，低沉地说道：为什么那些人要夺取那个东西？先天神的声音响起，或许那个东西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而且我感觉到那个东西似乎对于那些人而言，隐隐间是关系到大宙中一些未知的至高秘密，也不一定。大宙的至高秘密，不过这对于先天神族来说，这些秘密他们是无法触碰得到的，因为比他们强大的势力非常多，就算想要去参与一脚，恐怕都没有资格。但是对于先天神族来说，目前最为要紧的乃是冲击第一序列神的力量。这一次成功突破第一序列神后，我先天神将会亲手击败元尊、炎帝、五祖、墓主，让先天神族彻底的掌控天元界。先天神将这4位曾经击败过他的最强对手名字铿锵有力的一字一句说出，恨不得马上将这4个人击杀。这种气氛过了片刻之后，泰迷古圣和南明古圣二人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道：对了，天人界的天人族被炎帝他们全部灭杀了。那些愚蠢的天人，真是枉为天人这2字。我记得很久已经，他们就去入侵第3等级世界，竟然还是没能彻底的将那个世界毁灭，不提也罢。对于天人界的那10大种族，最自大的就是天人族了，所以先天神对于这些自大无比的种族并没有多么的感觉。你们最近在天元界还有没有打听到什么事情？南明古圣手指在自己的下巴动了动，然后喃喃说：听说在几天前墓主前往了天心界去找原始法身了。闻言，先天神显示微微有所异常，不过这个异常也就那么瞬间便消失不见。原始法身吗？我记得我的儿子就败在这些原始法身的力量上，那股原始力量的确非常的恐怖。南明，你带着族中的几位强者一起去天心界探一探，如果真的在那里发现墓主，在他离开天心界之后将其击杀。是，先天神，属下这就去办。南明古圣立马应道，对于能够帮助先天神除掉一个堪比炎帝五祖他们那样的强大存在，只会加快他们先天神族复兴的步伐，所以南明古圣也不再浪费时间，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时间过了1个月，在第2等级宙海的某一处空间中，一艘巨大无比的方舟正在急速的穿梭。过了几个时辰之后，这艘方舟的速度似乎放慢了一些，因为在其方舟之上有一道身穿金袍的年轻男子，他负手而立，那双深邃的瞳孔中有着一丝金芒浮现，而他正是1个月前离开天元界前往天心界寻找第6座原始法身的墓主牧尘。随着方舟距离天心界越来越近，便是看到了非常壮观美丽的一方大世界。在这世界的遥远上空，牧尘便是感受到这方大世界中有着无比浓郁的一股特殊力量，而这股力量就是法身之力。因为天心界的修炼者皆是以修炼法身为主，而之前在纪元遗迹中就见识到来自天心界的那几人所施展的天心法身，那威力极其的强大，就算是牧尘都对其感到非常的吃惊。说不定这方大世界中蕴藏着关于法身的诸多信息，这对于牧尘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日后或许在他自己那原始法身的领域上能够有着更高的突破造诣，激活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随着牧尘所乘坐的这艘方舟靠近天元界那具大黑洞入口越来越近的时候，忽然数道方舟从黑洞中掠出，而且每艘方舟上都有着数道身影，这些身影的实力竟然都已经达到大主宰。在第一时间，牧尘就感知到这些人的实力。不过对于目前突破最强主宰的牧尘来说，应该能够轻易的对付，但是牧尘也不会轻易的出手，毕竟这些人应该是天心界的守卫者。来者何人，竟敢擅闯天心界？一道粗犷的声音自这些方舟上传了出来。见到数道方舟将自己团团围住，牧尘并不慌张，带着和谐的微笑对其拱手示意：各位兄台，我是来自第3等级千元界的守护者牧尘，今日前来只是想要找你们天心界的守护者，了解一些法身的信息，无意冒犯，还请各位兄台敬请谅解。牧尘的语气极为的友好，而且这些人的年纪也并不大，似乎与牧尘相差不多。不过这些人的天赋也不比牧尘差多少，这个年纪就能够达到大主宰，这第2等级世界的资源还真是丰富。闻言，这些数道发方舟上的身影这才微微的放松下来，似乎知晓牧尘这名字。你就是来自界外之宙的其他世界守护者牧尘。牧尘听着他们话里的意思，有些好奇起来，毕竟他只是来自第3等级世界，就算是第3等级世界中自己的名气再大，也不可能传入第2等级世界的这些强者耳朵中吧。你们认识我？原来是牧尘兄，此前在纪元遗迹中你是否遇见过琅琊、少昌、玉瑞他们3人？牧尘这才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这3个名字就是在纪元遗迹中遇到的天心界之人，原来是他们3人。
在纪元遗迹结束之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并将你在纪元遗迹中的强大战绩告诉了我们这些人。如果日后有一位叫牧尘的人来了，让我们热烈迎接。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刚刚还真是一场误会，还请牧尘兄不要见怪。我们第一反应也只是为了保护天心界。其中一位领头的壮硕男子对着牧尘拱手示意，见到天心界的人如此热情，牧尘自然也会微笑回礼，再度对其众人拱了拱手。牧尘兄，请进吧。此前狼牙说了，只要你一来就带你去见我们的守护者大人。壮硕男子微微弯腰，做出一个请的姿势。见到对方这么热情，牧尘对其感谢，那就有劳这位兄台了。最后，在这位壮硕男子的带领之下，很快就穿越了天心界的这入口黑洞。在牧尘进入这一方新大世界后，瞬间感觉到体内的原始法身都有所异动起来。这世界中竟然有着那么浓郁的法身本源之气，这方大世界还真是与众不同啊！牧尘心中暗自感叹，要是自己在这天心界待上一段时间的话，肯定会对原始法身的造诣变得更加之深。再接下来，牧尘又跟着几位守卫者进行传送阵的穿梭，很快就来到了一处落座于天心界最中央的一处超级大陆上的边缘，空间开始极度的扭曲起来，数道身影从其中爆射而出。这数道身影正是牧尘以及守卫者，经过天心界早已搭建好的传送阵穿梭，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来到了非常广阔的天心界中心处的超级大陆。不过在牧尘看来，这天心界的面积与天元界相差不大，只是其中的大陆确实比天元界少。但是虽然大陆的数量少，那是因为每一个大陆的面积都是大的超乎想象，而现在这个超级大陆更是天心界中所有大陆之最，同时也是最繁华的一座超级大陆，其中有着数不胜数的强大势力、超级势力以及一些强大的种族势力都在这座超级大陆之中。这座超级大陆的名字称为天法超级大陆。天法大陆之大，其中又划分为18个界域，其中最强的则是天法域，这乃是整个天心界中最强的一域，同时也是天心界的那位守护者所在的地方。在牧尘几人的身影出现在这处天法超级大陆上空时，便是有着3道流光急速的向自己这边掠来。这几道身影很快就出现在牧尘的不远处，望着这3道熟悉的脸庞，牧尘友好的微笑，是你们？而这3道身影的眼眸也看向牧尘，先是扫了一扫，其中一位男子便是走到牧尘的身旁微笑，原来是牧尘兄，你终于来我们这天心界了。我叫狼牙，我身后的这2位，左边的叫少昌，另一边的是玉瑞，上次是他们2人同我一起去的纪元遗迹。见到狼牙开始介绍起这些人的名字，牧尘也笑盈盈的拱手示意，旋即狼牙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奔向主题，开口：牧尘兄，这次前来是否要找守护者大人了解一下法身的一些信息？牧尘点点头，这一次前来就是要了解一下法身的一些信息，以及第6座原始法身的去处究竟是否存在天心界中。正是，劳烦狼牙兄带我去见一见你们这一方大世界的守护者。牧尘兄不必客气，我这就带你去天法域找守护者大人。狼牙对于牧尘颇有一些好感，之前彼此都见识过双方的可怕法身之力，而且牧尘表现得更加恐怖，竟然一人就同时拥有5座法身，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不过牧尘对于天心界的天心法身也非常的感兴趣，从之前在纪元遗迹的时候就见识过狼牙等人利用各自的天心法身进行融合，那股威力丝毫不弱于目前牧尘的原始法身。众人也没有浪费多余的时间，立马便是带着牧尘通过传送阵来到了守护者的区域。牧尘来到了天法域的最核心地带，这里乃是天法城，拥有者无诸多主宰强者，所以没有实力的人想要进入天法城都没有资格，因为实力弱的都无法在这座城市当中立足示威。这里几乎有着天心界大部分顶级势力汇聚其中。牧尘望着这一座超级广阔的天法城，心中都是微微吃惊，不愧是第2等级市的天心界，竟然拥有如此多的丰富资源，也孕育出了如此多的主宰强者，这简直和第3等级世界无法相对比。此时在狼牙3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天法城的一处非常广阔的大地上，这里远远看去有一座散发出无比尊贵气息的宫殿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这座宫殿正是天心宫殿，而宫殿的主人就是天心主，也就是这一方大世界的守护者。好强的法身本源之力，这地方就是这方世界守护者所居住的地方吗？牧尘的出现令得其周身的法身本源都开始变得异常起来，牧尘便是第一时间也察觉到了异样，并且体内的原始法身也有着一丝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异常变化。狼牙、少昌和玉瑞3人感受到这周身的空间里法身本源竟然以一个诡异的运转方式都朝着牧尘的方位汇聚，让的3人都极为的震惊起来。心中虽然有些震惊，但还是先带着牧尘走进了天心宫殿中。牧尘踏入宫殿后，便是感觉到有一道力量直接对着自己的身躯扑面而来，这一道低沉的声响自牧尘的体内响起。更令得牧尘吃惊的是，这5座原始法身竟然自行的催动，爆发出可怕的原始力量，对抗刚刚那道冲进牧尘体内的强大能量。2股皆是强大力量间的对碰之下，彼此都抵消了可怕的能量，看样子是不分上下。就在牧尘有些疑惑的时候，这座天心宫殿中传出一道豪迈之声：没想到让我遇见了拥有原始法身的修炼者，真是有幸啊！这道声音由远而近地传入众人的耳朵中，很快在众人的不远处就出现了一道身穿白色衣袍的中年男子，双眼转动间，深邃的黑色瞳孔中散发出一股让人都不敢多看一眼的异样精芒。
见过守护者大人。此时狼牙少昌玉瑞三人见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白袍男子，原来就是天星界最强的守护者。牧尘望着此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无比的可怕，而且其中所散发出来的法身气息更是恐怖至极。来自第3等级千元界的守护者牧尘。听到牧尘的介绍，这位天星界的最强守护者开始打量着牧尘。在片刻之后，最强守护者的目光再度缓缓地看向牧尘。你也是一方大世界的守护者，还真是有缘分啊！没想到你竟然也是修炼法身之人，而且还是原始法身。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这位最强守护者的语气都变得震惊起来。牧尘一听，这位最强守护者似乎知晓原始法身，刚想问一下，就被这位最强守护者打断了。我知道你想知晓一些什么。此前狼牙他们已经告诉我了，他们在纪元遗迹中遇见了一位拥有5座原始法身的修炼者。刚刚我出于试探，还真的在你的体内竟然一人拥有5座法身，而且都是原始法身。讲到这里，最强守护者的目光都开始羡慕起牧尘的对原始法身是造诣。原始法身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炼化夺取的，因为在天星界中的确也有一座原始法身，就算是这位最强守护者花了数万年的时间，都无法将那座原始法身炼化成为自己的主修法身。刚刚却从牧尘的体内发现，竟然拥有这么多的原始法身，就算是他这位将法身修炼到极致，都无法炼化原始法身，因为想要炼化原始法身，就必须被原始法身认主才行，不然究竟你用尽所有的方法都不可能成功。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天心，你可以叫我天心主。天星界最强的守护者柔和地对着牧尘介绍道。虽然牧尘的实力要弱于天星主很多，但是在法身造诣上，就算是天星主都要向牧尘学习。那么天心主，在下牧尘也不拐弯抹角了，此次前来正是想要来到这里找到你，了解一下法身信息以及第6座原始法身所在。牧尘说完，一旁的狼牙少昌玉瑞三人瞬间身躯一颤，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看着牧尘。不仅如此，就连天星主都被牧尘的最后那番话所震慑，因为他们都没有说出原始法身在天星界，那么牧尘怎么会知道的呢？牧尘兄，怎么知晓我们天星界有一座原始法身？我们可都没有和你讲过呢。狼牙非常疑惑地说道。难道说这牧尘的实力还远远不是表面那么简单？见到众人的吃惊之色，牧尘这是一笑，并没有隐瞒什么。因为牧尘见到天星主的时候，就发现后者也是一位有正义感之人，不然也不会成为这一方大世界的守护者。因为我看到了第6座原始法身就在你们天心界。说着，牧尘觉得他们会不相信自己所说，就在自己的眉心处召唤出一只金色眼瞳。随着牧尘那眉心之处的金色眼瞳出现，天星主等人的神色变得越来越震惊。这牧尘身上似乎有着让他们都不知道的秘密，或许牧尘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法心之眼。天星主的声音都变得失声，似乎牧尘眉心处的金色眼瞳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力。天心主知道法心之眼？牧尘的眼睛眨了眨，似乎自己真的不太清楚。这前不久浮现在自己眉心处的金色眼瞳，在几人震撼了片刻之后，他们才强烈的压制住自己内心的震惊之感，先是点了点头，开始讲：法心之眼，就算是我等对法身的造诣都无法达到，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练就了如此神通之能，堪称是一位绝世天才。接下来我便将关于法身的事情道给你听。天星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把所有知道关于法身的事情一字不漏地讲述起来。在这个无尽的大宙中，修炼法身的强者并不多，因为要修炼法身的门槛非常的苛刻，不是想修炼就可以修炼的。不过你能够修炼原始法身，让我非常的吃惊。原始法身修炼方法跟其他的不同，修炼原始法身首先需要让原始法身认修炼者为主人方可才能修炼，而我们所修炼的则是天心法身，则不需要达到天心法身的认可，只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让天心法身连接自己的心意，便可有者修炼这座天心法身。目前大宙中有者诸多原始法身，其中至尊法身、天心法身最为常见，当然这些法身还不算最强的，真正最强的乃是原始法身。原始法身乃是所有大宙中法身的鼻祖，先有原始，后有至尊、天心等诸多的法身。听了天星主所讲述的一些关于法身的信息，牧尘也渐渐地明白了自己对法身的一些认知，这就是与萧炎修炼的火道一样，好比至尊法身和天心法身是圣火，那么原始法身就是堪比神火的存在。当然这种堪比是真正的激活原始法身的力量才行，因为不管是神火还是原始法身，这两样皆是大宙所孕育出来的神物，所以由大宙孕育出来的神物和原始法身，可想可知其中所蕴含的能量是多么的可怕至极。不过有一事情我要问一下。此时天星主看着牧尘那不一样的目光喃喃道。牧尘闻言示意后，让天星主直接讲无妨。你是如何做到将5座原始法身集于一身修炼？据我所知，用一人的身躯只能修炼1座原始法身，但是想要修炼5座，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牧尘能够修炼5座原始法身的可怕修炼之法，天星主也非常的想知道，而牧尘也没有打算隐瞒修炼5座原始法身修炼之法，缓缓地道出了答案。
我之前修炼了一气化三清的功法，这门功法能够召唤出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身躯，不过所召唤出来的不是虚影，而是实实在在的我，其实力也与我相等。只要修炼了这门功法，我一个人可以分多个，其中每一个都是我。就算对方想要击杀我，就必须将多个我击杀。如果只杀掉一个我的话，我依然不死。牧尘此话一出，更是让的天星主以及狼牙等人震惊失色，他们张大了嘴巴，一时间竟然无法出声。最后还是天星主先反应过来，不敢置信的呢喃：一气化三清，我似乎从哪里听说过。在天星主那沉思之下，他的脑海中飞快的运转，在那无数画面比翻书还快的刷了过去，直到在他的脑海中找到了关于一气化三清的这道功法后，整个是身躯猛然一震，眼神更是无法掩饰的更大了一圈，望着天星主的变化。不仅是牧尘，就连狼牙、少昌、玉瑞等三人都好奇惊异地看着天星主，因为他们也是在这位最强守护者大人身上第一次看到了这种事态。怎么了？牧尘见到天星主久久没有说话，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听到牧尘的声音之后，天星主才回神过来，急忙地摆了摆手：没什么事，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些非常久远的事情。你的这道功法似乎在我很久以前所听说过的功法很相似。牧尘用惊异的目光看了看天星主，他的一气化三清可以说非常的实用，不管是对修炼法身也好，还是用于其他战斗场面上，都可以有者对敌的优势。是什么功法与我这一气化三清相似？天星主继续说：看来这似乎是缘分吧，你让我想起了那个人。看到牧尘所说的一气化三清能够召唤出与本尊一模一样的自己，确实能够修炼多座法身，但是原始法身总共有10座，就算有者一气化三清，也不可能召唤出10个自己。所以说一气化三清的功法虽然很实用，但是想要修炼10座原始法身，确实没办法做到。如果想要同时修炼10座原始法身，就必须有者10道与自己一样的本尊。那么在整个大咒中，能够以一人之身同时修炼了10座原始法身的人，只有一人能够做到，而那个人则是来自非常久远的年代中，以至于后人知晓那个人的信息并不多。就算是天星主活了数几十万年，对于那个人的资料也都是在很久以前在一处古老的遗址中有所记录，但是这些记录也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这道功法比起一气化三清更加的强大无比，它的名字叫做一气食神化。这5个字一出，牧尘的眼眸动了动，因为在之前他在不朽之主那里就听说过这道一气食神化的强大功法。因为一气食神化的功法可以分化出10道与牧尘一模一样的本尊，所以想要将10座原始法身全部练成就，必须拥有一气食神化的强大功法。只是这道如此变态又强大的功法去哪里寻找？似乎这功法极其的难找。我在很久以前在那个古老的遗址中发现，只有那个人将10座原始法身练就于一身。传说将10座原始法身发挥到了极致，其实力超乎想象的可怕。而那个人乃是站在大咒顶端的神人物之一，甚至很难找到能够这位神人物匹敌的对手。只不过在天古纪元那个时期的世界，爆发了一场灭世神战，最后这位拥有10座原始法身的神人物也随之没有了任何的消息。有人说这位神人物在那一场灭世神战中陨落了，也有人说这位神人物应该依旧存在于大咒的某一处未知的空间。当然，我刚刚所说的不是我自己的猜测，而是我从那个古老的遗址所记载的信息中一字不漏地说出来的。牧尘闻言，天星主刚刚所说的天古纪元以及那位拥有10座原始法身的那个人，不就是前不久他们利用时间祖符之力穿越到过去的世界里才发现的？在那个时期的世界的确是爆发了一场战争，原来那一场恐怖无比的毁灭性的战争竟然是灭世神战。是大咒中所发生过的一场灭世神战吗？这场灭世神战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牧尘虽然那个时候穿越过去看到了灭世神战的一部分画面，但是这一场灭世神战为何发起，其原因则是不知晓。天星主也将在那古老遗址中所看到过的记载全部说了出来，面色也是逐渐的免得极为的凝重起来。虽然天星主没有接触到灭世神战，仅仅是看到那所古老遗址中所记载的事迹后，都是令人的心境变得无比的荡漾和震撼。那一场灭世神战，古老遗址的记载只写了几乎整个大咒的诸神都参与了其中，那些诸神战斗的画面足以是震撼人心。从大咒诞生有史以来最具有毁灭的一次神战，虽然在那古老遗迹中没有记载者灭世神战的具体原因，但我的感觉可能是有者极其强大之物在基于大咒中的至高奥秘，只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就不得而知了。大咒中至高的奥秘，牧尘双手抱胸开始思索起来，那一场灭世神战究竟是什么了什么？为何连大咒中的那些纳入神列的诸神几乎都参与了进来？难道那个至高的奥秘中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就连那些极其强大的存在都如此的觊觎。牧尘守护者，虽然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存在着那毁灭般的神战。就算如今大咒处于和平，但是我想那些强大之物对于大咒至高的奥秘仍然觊觎，所以我们必须要变得强大起来，以免日后又会掀起一场灭世神战。天星主本就是天星界的守护者，能够被自己大界的意志认可，
才能获得整个大界的力量。而天心主就是如此，他的责任与担当皆是真正强者的风范。牧尘的目光也变得坚毅起来。大纣的灭世神战如果再度发生，那么他牧尘将会拼尽一切去抵御那些强大之物。当然，想要去抵御那些强大之物，就必须有着足够的实力。而如今牧尘的实力也才仅仅达到最强主宰。虽然这个境界放在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中属于顶尖的超级强者行列，但是比起神器还是差得太远太远了。主宰虽强，但是在神器眼里都不曾看一眼的蝼蚁。而如今牧尘想要变得更强，就必须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以及10座原始法身，才能成为大纣中的顶级存在。而如今这第6座原始法身在天星界，那么想要修炼这第6座的原始法身，就必须有着一气食神化的强大功法，不然就算牧尘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也无法将其收服。天星主看着牧尘那迷茫的神情，就知道后者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旋即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本来我也是不想说的，既然你与我有缘，皆是修炼法身的守护者，那么必定有着过人之处，想要找到那关于一气食神化的强大功法也不难。牧尘一听，那双原本有些平淡的眼眸瞬间变得凌厉起来，因为听到天星主说能够找到一气食神化的功法，这简直就是比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的心情更急的猛烈与激动。天星主也没有卖关子，直接道出了关于一气食神化的寻找信息。想要找寻一气食神化的信息，你可以在3年后参加第1等级世界中的招揽神会。招揽神会，对于这4个字，牧尘听得更是一脸雾水，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招揽神会，更别提招揽神会是什么。天星主继续讲，招揽神会是由第1等级世界中的神奇联盟所每隔1万年都会举办一次大会，也就是让大纣各大界中的神奇汇聚在第1等级世界的天神山进行比试筛选。如果在招揽神会中表现得极为出色的神，皆是会被第1等级的各大神势力或者是超神势力所竞选。如果一旦被神奇联盟所选择，那么将会有机会进入神奇联盟之中修炼，成为神奇联盟的一员。要知道，神奇联盟乃是第1等级世界的庞然大物，其中的资源数不胜数，你想要的或许里面都有，只是你有没有资格进入还不一定。如果在3年后你能够被神奇联盟所选择的话，那么你就有机会找到一气食神化的功法，这对你修炼10座原始法身极为的重要。当然，参加招揽神会的参选人必须是实力已经纳入神列中，成为一方神奇才能参与，不然就算是准神的实力也不能参与这一届的招揽神会。天星主把关于招揽神会的一切信息都讲给了牧尘，而牧尘闻言直接是面带暗淡之色。